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CMIC Daily CNC News，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。今天是2023年7月13日，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。在我们请 AI 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，帮我们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。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。第一则新闻，法国工具机业者在航太和汽车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。随着全球各国逐渐解封，航空业的复苏速度超乎预期。法国的航太巨头空中巴士连续2年的交机量增长了 8%， 在2022年交付了663架飞机，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。根据法国工业杂志 Lucie Nouvelle 的初步统计数据，空巴在2023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再次击败了竞争对手波音，获得了846笔订单，与2019年相比，订单数量惊人的增加了。尤其是在展会开幕日获得的来自印度联航 Indigo 的500架新飞机合约，打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商用客机订单纪录。相比之下，波音的订单数量估计只有288笔，较上届展期订单数量下降。为应对未来10年的交付需求，空巴今年全球范围内招聘了 1.3 万名员工，创下了空前的纪录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卫星工厂也在全力运转。法国承包商 FEMSO Industry 的负责人 Gilles Verhulst 在年初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时，展示了多台用于生产航太结构件的工具机。他并表示，他们不排除扩大生产线和增加员工数量，以满足航太工业的加工需求。比利时航太工业集团 Sonaga 在巴黎航展上与空巴签下了一份巨额合约，除了扩大了 A320 和 A350 机翼前缘的订单外，还成为了 A321 XLR 机型后援机翼的官方供应商。这份合约促使 Sonaga 决定投资4000万欧元建造新厂房，并购买大型零件加工机。在国防订单方面，由于俄乌战争和各国军备竞赛的带动，2022年达梭航空的 Rafale 标风战斗机订单数量刷新了纪录，售出了92架，增长了近2倍。作为 Rafale 设备制造商的航太巨头 Thales 也紧急扩充了旗下一阶厂的产能。法国商 Ramaca 将投资550万欧元扩建厂房，购买15台机械设备，并安装了5000平方公尺的太阳能板，以确保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。第二则新闻，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的重要盛事 Automatica 2023。在这个声誉卓越的展览会上，我们将体验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最前沿。Automatica 2023是一个声誉卓越的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展览会，在6月27日至30日举行。今年的展览会因其引人注目的创新和新产品而引起了重大关注。从机器人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到具有变革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， Automatica 2023将展示出未来工业的一瞥。参观者可以期待见证最新的技术，并第一时间体验它们在提高各个行业生产力、效率和安全性方面的潜力。Automatica 2023为创新的卓越展示铺平了道路，并为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持续发展定下了基调。App 公司在 Automatica 2023展示其最新的 GoFar 10和12型机器人，这2款功能强大且精确的工业机器人专为自动化应用而设计。GoFar 12具有12公斤的载荷能力和 1.4 米的范围，提供了灵活性和处理较重物体的能力。它具有 IP67 级防护等级，可在油腻环境中可靠运行，减少损坏的风险。GoFar 12还具有出色的重复定位精度和 0.02 毫米的精度，非常适合高精度应用，如机械操作、焊接和抛光。它的工具中心速度高达每秒2米，可在各个行业中高效执行任务。此外， Denso 公司展示最新的 Cobota Cobot。Cobota Pro 是一款高速协作机器人，旨在与人类操作者一起工作，增强工业自动化的效率和安全性。它具有每秒2500毫米的顶端工具中心速度，与5轴和6轴机器人的速度相媲美，使其成为该行业中最快的机器人之一。Cobota Pro 将速度与改进的安全措施结合在一起，最大程度地提高协作操作的生产力。它的直观教学系统使操作者可以轻松地编程和控制机器人，适用于各种熟练水平的操作者。Cobota Pro 还提供了针对特定应用需求量身定制的专业规格，能够在极端温度下运作，并无缝集成现有的工业自动化软件系统或协议。此外，川崎和 Neuron Robotics 合作开发的 CL 系列协作机器人也将亮相 Automatica 2023。这一系列协作机器人结合了日本的工程专长和德国的创新技术，提供了多功能和灵活的解决方案。CL 系列具有多种载荷和范围选项，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。它拥有先进的技术，
轻巧可靠的结构和直观的用户界面，CL 系列在自动化任务的速度能力和高重复定位精度方面表现出色。它设计用于耐受恶劣环境，并在具有挑战性条件下有效运作。CL 系列代表了川崎和 Neuro Robotics 之间的强大合作，推动协作机器人领域的创新。Automatica 2023成为各种新产品和突破性技术的聚集地，业界巨头和新兴企业将共同推动自动化的界限，从扩增现实和数字孪生到可持续生产和人机协作。这些创新反映了对更高效、互联和可持续未来的追求。第三则新闻，据推测，日本银行将可能调整其超宽松的货币政策，这引发了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的预期。东京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，根据最近的经济数据，日本银行可能会在本月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。这一预期导致日元对美元汇率达到了约1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周三，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40以下，过去一周对美元升值了超过4个百分点。同时，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也上升，基准期限为10年的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在周一一度触及了 0.465%， 这是自4月以来的首次，并在周二保持在 0.45% 左右。市场观察人士认为，在本月27日开始为期2天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，日本银行的收益曲线控制政策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变化。去年12月，日本银行已将长期收益率上限扩大到 0.5%。与此同时，日本银行副总裁内田真一在最近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访问中指出，日本企业终于开始摆脱了通缩年代的工资和定价习惯。在上个月的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会议的意见摘要中，有一位成员表示，应该在早期讨论修订收益曲线控制的处理方式。此外，如果日本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升至目前收益曲线控制政策的约 0.5% 上限，这也可能会使日元走强。去年6月和今年1月，外国投资者主要抛售日本债券，导致收益率超过上限，市场预期政策将发生变化，日元也出现了类似的走强。不过，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的首席货币策略师上野大作认为，目前日元不太可能走强，除非有进一步的消息增加对日本银行调整收益曲线控制的信心，否则日元升值超过140日元不太可能。第四则新闻，近日，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500多天，北约成员国正聚集在立陶宛举行会议，讨论如何协助乌克兰抵御入侵的俄罗斯。自从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以来，美国已经投入了超过413亿美元，这对乌克兰的抵抗和领土收复至关重要。预计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援助，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反攻升温时。然而，这场战争也揭示出美国在战时制造所需武器方面的脆弱性。根据彭博社的报道，乌克兰面临弹药、电子元件、精确制导武器甚至水泥的短缺问题，而美国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。美国海军退役将领、前北约最高统帅詹姆斯·斯塔夫里迪斯指出，这些缺乏的武器包括枪械、导弹和弹药，尤其是乌克兰关键攻击力量所需的155毫米炮弹。一些分析师认为，乌克兰每个月消耗的是美国战前生产量的1年份。拜登总统在最近接受 CNN 采访时承认，乌克兰正在用尽弹药，而美国自身的库存也非常有限。这促使《华尔街日报》社论委员会呼吁拜登和国会采取行动。然而，解决美国工业基础的脆弱性并不像增加生产那么简单，因为美国已经将大部分制造业外包出去。10年前，美国陆军退役准将约翰·亚当斯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。报告称，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依赖外国国家提供的原材料、零部件和成品的威胁。从复杂的导弹系统到夜视镜所需的特殊金属，再到几乎所有东西所需的半导体。若考虑到乌克兰战争需要更多武器，更让美国国防部忧心的是与中国可能的战争。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不足意味着美国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。根据《政治》杂志的报道，美国各个机构和官员已进行了一场潜在的美中冲突的战争模拟，结果总是一样，美国在几天内就用完弹药。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，特别是考虑到自冷战以来美国制造业规模的缩小，美国已经将许多制造工作外包到中国，包括一些重要的武器组件。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脆弱性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，这就是五角大楼担忧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所依赖的防御对手同时也是我们的防御所依赖的供应国。中国在船舶建造、
飞机零部件和电路板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。在中国制造的合金磁铁组件被用于美国的新型 F-35战斗机。中国还在机床和稀土金属方面占据主导地位，这些都是制造导弹、弹药和半导体所必需的基本物资。简而言之，美国需要制定一项产业政策，优先并支持国内生产对防御至关重要的物资。第5则新闻 ，SQP Engineering 通过引进 Markforged 3D 打印系统，成功从一个分包机械加工店发展成为一个制造解决方案中心。2006年，大卫·米勒先生开始经营一家小型的加工工厂，并逐渐建立了在矿业设备领域的声誉。作为西澳大利亚的一家企业，他们的业务领域包括矿业、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。然而，米勒先生意识到只有依靠传统制造已经不够，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自动化和技术投资机会。米勒先生表示，添加制造技术填补了传统制造和加法制造之间的空白，使他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好的产品。在引进添加制造之前，他们经常需要告诉客户改变他们的方法、图纸甚至整个概念和结果。而随着添加制造技术的出现，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SQP Engineering 在添加制造方面遇到了一个具体的挑战，他们需要为客户生产一个专用的生产零件，但传统加工方法既昂贵又无法达到要求，传统的聚合物 3D 打印机的性能也无法满足他们的交货期。经过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后，他们决定购买一台更大更快速的 Markforged FX20 3D 打印机。这款 FX20 打印机的速度比现有的复合材料打印机快8倍，打印范围也更大。原本需要9个小时的生产零件，现在只需要 2.5 个小时。米勒先生表示 ，FX20 打印出的零件比以前打印的零件质量更好，表面效果更出色，这让他们的客户感到非常惊讶，并提供了更好的产品。SQP Engineering 已成为工业 4.0 的早期采用者，并拥有先进技术的机械加工厂而自豪。他们希望通过将所有操作数字化，使工作更加简单。Markforged 的系统完全符合这一理念。这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。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，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或按赞，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。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